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个部分。那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谈谈睡眠跟认知功能之间的一些相关性。那首先我们谈的是注意力跟工作记忆的部分。在2010年 Banks 他们的团队他们做了一个研究，那个研究把受试者分成两组，那一组是做了5天的睡眠剥夺，连续的5天让这些受试者只睡4个小时。那另外一组的人呢，则是有充足的睡眠，他们总躺床的时间可以到10个小时。那之后呢，分别对这两组去做了注意力的测验，还有工作记忆的测验。那分别用以下的工具来做。那做完之后，可以想象在睡眠剥夺的那一组，他们的注意力以及工作记忆力都有明显的较控制组来的差一些。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是慢波睡眠跟记忆力之间的关系。在2006年 Marshall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设计是这样，他们用头颅刺激去刺激跟慢波睡眠有关的脑区块，然后用这样子的刺激来增加在睡眠当中慢波睡眠的比例，同时呢让他们在睡前去进行做字词配对的一个练习，然后在醒了之后马上再帮他们做一个测验。那他们的刺激有分2组，一个是真的有做一个电的刺激，另外一组是假的电的刺激，然后发现说在字词回忆上面的数量，有真的刺激的那一组，它可以回忆起来的字词数量远比那些假刺激来的多。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就是假设我们可以增加慢波睡眠的量，也许可以增加我们在语义记忆上面的固化。那另外是快速动眼期跟记忆之间的关系。在2004年Smith 他们也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研究，就是在睡前他们让受试者去做了静描作业还有和内塔的练习，然后在做完这种我们叫非陈述性的记忆的练习之后他们发现不管是在哪一个智力组有做练习的这些受试者，他们在睡眠当中的快速动眼期睡眠的比例都有增加。那我们可以反向的回推，也许睡眠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这种非陈述性记忆的增强。那在2000年Marquardt 他们也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说我们如果透过一个正子造影，他们会发现在训练过后，如果我们在做了一个作业的训练过后，用正子造影来看脑区块的话，发现在快速动眼期的期间，跟我们叫 processing memory 有关的脑区块事实上会被活化起来。那其实在很多睡眠剥夺的研究，假设我们给一些受试者做一种完全的睡眠剥夺，那在这些受试者身上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效应呢？假设我们完全剥夺睡眠1到3天，在受试者身上可能会出现情绪变得比较易怒，容易忘记东西，然后以及一些恶心想吐的感觉。到了第5天呢，可能会出现定向感的缺失，甚至出现一些妄想或幻觉的经验。到最后可能连一些运动的功能都丧失了，然后口齿也会变得很不清楚。那我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人做到一个完整的睡眠剥夺的研究。那在实验室里头，如果我们长期的帮一个动物做完全睡眠的剥夺的话，这个动物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死亡。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的睡眠跟我们的学习表现有什么样的关系。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总睡眠的时间。在2005年有学者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说假设我们连续1个礼拜去限制这些学生的总睡眠时间的话，会在这些学生身上造成一个效应，就是发现他们的学业表现以及注意力都变得比较差。那2003年也有一个类似的研究，他们就让这些学生比平常晚1个小时去睡觉，那也就是说剥夺掉他们1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那同样的也发现说他们的学业表现以及注意力都会变得比较差一点。那刚才看的是总睡眠时数，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说规律性的部分呢，规律性的部分对于我们的学习表现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那在1991、1992
Allen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发现说学生们如果在周末的时间，他们让自己变成一个晚睡晚起的模式的话，其实会大大的影响他们的学业表现，也就是说他们的学业表现其实会有很明显的下降。那同样的在1986年呢，Leck 他们做的研究也是有类似的结果。他们发现假设学生们他们一直处在一种晚睡晚起症候群的状态底下，他们的学业表现会相对变得比较不好。然后这是规律性的部分。那接下来的部分是一个就是片段睡眠的部分。在2010年呢的研究发现说，假设我们在实验室里面让老鼠它没有办法连续睡眠，我们让它的睡眠片片段段的话，这些老鼠它们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才有办法从迷宫走出来。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如果让睡眠变得片段的话，其实它跟睡眠剥夺是有相同的负向效应在人的身上。那其实最近新加坡呢，他们也做了很多相关于睡眠剥夺在学业表现上的研究。我们一开始也有提到我们现在的工商业社会竞争压力比较大，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多多少少历经了睡眠的剥夺。那现在的学生竞争压力也都非常大。新加坡的学者他们研究发现说，其实在这样子的睡眠剥夺的状况底下，其实不但学业成绩的表现会受到影响，事实上认知功能也会受到很显著的减退，而且这个认知功能的减退可能是一个甚至是一个不可逆的状态。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了一下睡眠跟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跟摘要。那摘要就是，如果我们有充足的睡眠的话，我们的注意力事实上会变得比较好。那另外睡眠当然跟我们的记忆力固化有关系，不过我们从刚才的投影片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在不同的睡眠阶段可能跟不同的记忆是有关系的。那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跟学业表现有关的部分，不管是总睡眠时数啊，或者是睡眠的规律性，以及是否会让学生们有片段睡眠，其实都对于学业表现有一些负向的影响。